最近看了部电视剧，我看了好几集开始上头，忍不住在直播的时候分享给各位粉丝。那个哥哥是真的帅，救人怎么能帅成这个样子？这部剧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，为什么女主角放着这么帅的哥哥不要，非要这个小混混男主？他到底图男主什么啊？难不成就喜欢那锋利的下颌线和时刻皱在一起的眉？弹幕里的粉丝都快笑疯了。第一次刚刚开播就有这么多弹幕。原本是等着其他一起玩的好朋友上线前的闲聊，和粉丝们说说闲话，没想到一说就停不下来了。弹幕里一片欢声笑语，我终于看到好友页面头像闪动。今天是早就和粉丝们约好的直播，作为一位宠粉的游戏区颜值主播，答应了就必须做到。但是今晚是中秋节，为了让粉丝们晚上陪陪家人，直播被我改在了上午进行。可是我身边一群夜猫子，上午还真找不到一起来，好不容易看到人上线，我立马点了邀请。主播看了多少集了？我都看完了，没办法，哥哥太帅的，我都是跳着看的。虽然是哥哥，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喜欢啊，一家人怎么了？反正又不是一个爹妈，亲上加亲不好吗？我在直播间大放厥词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被我邀请来的人也在我的游戏房间里，把我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你又看上哪个异父异母的哥哥了？清润的嗓音传来，吓得拿水杯的手一抖。直播间的粉丝也发现不对劲，这声音好熟悉啊，这么像我家哥哥陈北叔啊，真的好像，可以让小哥哥多说两句话吗？真的像陈北叔，不会是真人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这小小的直播间怎么能容纳顶流呢？是啊，怎么能容纳顶流呢？我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头像，后背冷汗直流，还没等我把人踢出去，那头的人又开口了，说啊，江野，你这又是看上哪家的哥哥了？是我这个哥哥不香吗？话音刚落，全场都开始沸腾，真的是陈北叔吧？声音实在是太像了，真的是我家哥哥，眼看着就要露馅，我立马把这人给踢出去，没想到直播间的人更加笃定，我咬牙干脆把直播间给关了。得，刚才直播间预热这么久，全都白忙活了。半个小时后，热搜上开始出我和陈北叔的名字。井号疑似顶流陈北叔空降直播间，井号又看上了哪个异父异母的哥哥，井号男为骨科，只会让我营养均衡，井号好家伙，我极力撇清的关系终究是在今天暴露了。气得我立马给原本说好打游戏的朋友打电话，不是说上午一起开黑吗？你在干什么啊？要不是这小子天天换头像，我至于认错把陈北叔邀请进来吗？大哥，不怪我啊，本来今天有时间，结果我女朋友临时让我送她去医院搞什么培训，你知道的，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，现在我女朋友他们的医院又开始抓培训了，好得很。这泼天的富贵没轮到我，倒是先让我倒霉了。晚上到家的时候已经做好饭了，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决。之所以今天上午直播，也是为了晚上回家吃饭。说起来，我都快1年没回来了。至于某些人，估计3年都没回来了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刚想到他，楼梯间就传来脚步声，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楼梯间。好久不见了，陈北叔手里还提着好几个口袋，其中几个似乎是什么奢侈品的牌子。相比之下，我两手空空，张着个嘴就回来吃饭。听到门口的动静，大门打开，我妈探出脑袋，惊喜的看着我们，回来了，站在门口做什么？还让你哥也站在门口。陈北叔立马扬起笑容，阿姨，你耳朵真好，我们才刚刚到门口。阿姨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你们。我妈高兴的拉着我还有陈北叔进屋，看着陈北叔手里的礼物，她连连后退，你回家吃饭带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呀？这个牌子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过，是不是很贵啊？价格都是虚的，您喜欢就好。短短几句话就把我妈哄得眉开眼笑。有时候我自己觉得，或许像陈北叔这种听话懂事的，才适合做我妈的儿子。回来了，厨房里的男人端着菜走出来，我对上他的视线，勉强挤出个笑容。叔叔，我回来了。许久没有碰面的一家人聚在一起，这顿饭气氛相当诡异。
我看着对面坐着的我妈和陈北书的父亲，两人虽然交流不多，但是眼神接触时总带着笑意。一对中老年夫妻能腻歪成这样也不多见了。小北，你多吃点啊，怎么就吃这么点？陈北书只夹了几筷子青菜，连面前的鱼都没动一口。过几天要进剧组，最近要减一减。哎呀，娱乐圈就是不容易，我妈嘀咕了两句，又催促我多吃饭。你天天打游戏也不行啊，最近是不是又吃外卖了？都说了外面的东西不健康。还行吧，主要我自己做的饭更不健康。话音刚落，旁边的陈北书传来声轻笑。我猛然想起曾经我做饭把这人给吃进医院的事情。对了，小北谈恋爱没啊？我看电视上这么多好看的女明星，不找一个？没有，大家都是同事关系，收工之后话都不会说一句的。说完，陈北书突然将视线落在我身上。你呢？恋爱了吗？他谈什么恋爱？他天天就捣鼓他的游戏直播，门都不出，估计连小区外面几棵树都不知道。哪家姑娘愿意跟着他啊？听了我妈的话，陈北书的笑意更重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他看上谁了呢。我就知道这小子的嘴巴里憋不出什么好话来，说白了就是惦记着今天直播的事情。怎么可能？他天天打游戏，顶多就是跟几个朋友出去喝酒，还都是男的。男的呀？陈北书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，吓得我赶紧在桌子下面踹了他一脚。我妈没读过什么书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看晚上8点的肥皂剧，对于一些新事物没法理解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当初的事情。饭后，陈北书自告奋勇去洗碗，我妈去收拾房间，说让我们多住几天。陈北书摇头拒绝了，过几天要进组，需要准备很多东西，时间来不及。这么可惜，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放假啊？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今早的热搜此刻已经消失殆尽。但是我的私信里收到了不少的消息，都是在问陈北书的事情。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小江，陈北书的父亲叫了我一声，扭捏的问我能不能多住几天。我对他印象不算深刻，毕竟是重组家庭，我妈结婚的时候我都快上高中了。印象里他白天都在工作，几乎看不到人，天黑了才回来。但是他很少空手回来，有时候是水果，有时候是饼干。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有一天他带了一朵玫瑰花回来，我妈第一次这么开心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买花瓶，小心翼翼的插进去。他话不多，但是对我妈很好。谢谢叔叔，但是月底了，我的直播时长还不够，最近都在赶时长。那行，你一定注意身体。他点点头，步伐轻快的去找我妈。我不在乎他对我好不好，反正我不需要父亲。父亲这个词语在我这里算不上什么好名词，他只需要对我妈好就够了。晚上回房间之前，陈北书突然诡异的看我一眼，我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0点刚过半个小时，消息来了，开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你没睡，所以不用当做没看到，好吧？我确实没睡，毕竟习惯了晚上直播的我来说，这个时候确实很难睡着。你想做什么？开门，不然等下把你妈妈吵醒了，你就不好解释了。我咬咬牙，刚打开门，这人毫不客气的钻进来。房间很小，当初这房子本来就是个2室1厅的户型，我妈结婚之后，陈北书的父亲打量我许久，第二天就找人来改房子。现在的小孩都需要独立空间，小江和陈北书适应肯定也需要时间，不如给2个孩子都留点空间，于是2房就改成了3房，导致房间也小了不少。尤其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和陈北书身量都长了很多，挤在一起，空间都逼仄了不少。陈北书倒是丝毫不觉得，直接拉过我旁边的椅子坐下。你到底看上哪家哥哥了？你他妈有完没完？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本来就是直播间玩梗而已，这小子怎么还当真了？没办法，我总要问清楚才行。我也很想知道哪家哥哥这么招你喜欢，难不成比你当年喜欢我还要？我当年没有喜欢你。我将陈北书的话打断，
他沉默了许久，终于跳过这个话题。我听说阿姨前段时间给你安排了相亲，怎么样了？你能别这么关心我的事情吗？前段时间我妈突然说小区里新认识了个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，对方的女儿和我年龄差不多，双方一合计就把我拉过去相亲。都坐下了，我才知道是相亲局。刚一落座，女孩就问我追星你能接受吗？我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僵硬地点点头，随口问了句喜欢谁。不知道是触动了什么开关，她像是变了个人一般，立马掏出手机点开相册，开始给我安利。当然是陈北书了，你知道他吗？现在满大街都是他的广告，这是他最近演的新角色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女孩都在给我安利陈北书，说他有多么优秀，最后还给我背陈北书的各项情况，每一条我都在心里反驳。他是9月16的生日，不可能，他过的农历生日每年都不一样的。他身高1.85米，更不可能，他上大学就1.88米了，为此家里的长吊灯都换了。他最喜欢的蔬菜就是蘑菇，这个绝对不可能。当初我给他吃没炒熟的蘑菇，直接让他进医院，他发誓说以后都不吃蘑菇了。看来陈北书混圈混的不真实啊，怎么还欺骗粉丝呢？各项消息都是假的。他说他平时喜欢看书，不怎么会玩游戏。别逗了，他游戏玩的可溜了，1打5不是问题。最后没忍住，我一下说了大实话，谁知道女孩立马红了眼睛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很了解他吗？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就这么说他。话说完，女孩直接离开，我的相亲就这样无疾而终。回忆起来都是一部辛酸史。反正我的事情你别管，今天你在直播间的事情我还没找你呢，为什么非要追问个不停，害得现在我私信都被你的粉丝给围攻了。抱歉，我不知道当时你在直播。我没直播，我还能对着空气说话？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做什么？你要是真的要和我道歉的话，那就来点实际的，直接打钱。说着，我直接把人赶出房间。刚关上门，就听到外面的声音，行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怎么补偿？难不成往我直播间里刷大火箭啊？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妈已经买完菜回来，一进家门就数落我作息不健康。你这天天白天不起，晚上不睡怎么行？迟早有天身体会不行的。我实在没好意思告诉我妈，我平时起的比今天还晚。你看人家小北一大早就走了，这孩子也真是忙。走了？我看向陈叔的房间，被子都已经叠得整整齐齐。3年不回来，回来就住1晚上。看了眼时间，我也准备离开。月底了，这个月的 KPI 还没完成。今晚我早早开播，只是和往日不同，今天直播间人格外多，但都是来打听陈北书的。不好意思啊各位，昨天这就是个意外，真不是你们想的那位。反正这件事情我咬死了不承认，有本事就去找陈叔本人对质吧。不是我家哥哥呀？那为什么昨天不澄清？还找了个声音这么相似的人来，真是无语了。主播就会蹭热度？什么啊？原来是乌龙，亏我还关注了一天，下头难。太下头，取关，浪费时间。弹幕里涌现许多不好听的声音，我只当没看见，继续和大家插科打诨。直播进行到一半，气氛又恢复到了往日。等待游戏开局的功夫，我开始感谢粉丝送的礼物。主播可以说一句么么哒吗？这年头，粉丝就是上帝，况且还是送礼物的上帝。谢谢爱默默的礼物打赏，比心，么么哒。虽然混迹游戏区，但咱大小也是个颜值主播，还是有不少女粉丝的。好不容易感谢完，游戏还没组队成功，现在巅峰赛组队不容易啊。刚刚感叹完，屏幕里突然出现一个火箭，有土豪。我立马看向屏幕，又一个火箭出现。哇，谢谢这位人的火箭，这人的 ID 十分简单，甚至只是一个1级的账号，但是送礼物的手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。短短10几秒钟已经4、5个火箭了，屏幕上的特效都来不及显示。我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，嘴角都控制不住要和太阳肩并肩了。请问这位朋友，你成年了，
要是给我来一招未成年退款，我可就要哭了。半晌，弹幕里终于出现了圆的身影。成年了，主播可以说么么哒吗？下一秒又是接二连三的火箭。谢谢圆的火箭，么么哒。直播间涌入不少人，大多都是来看热闹的。我的人气从来没有这么高过。对方的火箭也一直刷个不停。谢谢圆，我正在感谢，突然想起什么。圆是我的小名，也是陈北书游戏账号的名字。我曾问他为什么要用我的小名作为自己的游戏 ID， 他看着我笑而不语。那个时候我们关系有些见不得光，许多事情都十分暧昧。一直刷了30多个火箭，对方才终于结束，并且很快离开直播间。工会的负责人闻讯赶来，一直守在我的直播间，给我发消息，让我给土豪发私信，必须要把人留住。接下来的直播我都兴致缺缺，下播后立马给陈北书发消息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你？是我，今晚的收益抵得上我1个月直播的收益。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问陈北书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那头却没有回复。我发现我从来都不懂他，不懂他当初为什么要招惹我，为什么放弃自己的梦想踏入娱乐圈。当初陈北书游戏打得很厉害，甚至有很多青训队找上门，他本人也一直很有想法，但是最后他踏入娱乐圈，很少再回来。渐渐的，他的名字被许多人提起，大街小巷也经常出现他的海报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不喜欢玩游戏，为什么说喜欢吃蘑菇，明明这些都不是他。因为这场的直播，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的人气一直都居高不下，许多人涌入我的直播间，主要是为了看土豪炫富。直到有狗仔爆料，这位土豪就是陈北书。现在的狗仔堪称当代列文虎克，福尔摩斯诞生在这个年代都要感叹一句生不逢时。居然能拍到模糊的陈北书手机屏幕的照片，然后各种处理，最后发现他手机上的直播软件。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深挖，挖出了陈北书就是给我打赏的人。最后在联系之前，他在我直播间露出声音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几乎被锤死了。一瞬间就多了许多节目主办方找到我，希望我参加节目，接受采访等等。其实更多是希望我搭上陈北书这条线。陈北书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躲在家里吃泡面，实在是太心虚了。今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收银员小姐多看了我2眼，我都紧张。倒是网上对我们的关系纷纷猜测。晚上陈北书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能不能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那些狗仔这么厉害，这样都能发现，真是抱歉，对方都回答的这么诚恳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况且就是看在这30多个的火箭的份上，我也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的。当天晚上，陈北书就在微博上简单回应了，是我的弟弟，本来是想去他直播间捧场的，没想到被大家发现了，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太打扰他，只能说陈叔是了解自己粉丝的，现在我的私信里全都是关于他的问题。但我没想到事情会朝着奇怪的方向开始发展，哥哥这么帅就算了，弟弟也挺好看啊，洗把脸也不是不能出道，怎么跑去做游戏主播了？浪费基因啊！但是他们不是亲兄弟啊，陈北书以前不是透露过自己母亲早就去世，是重组家庭吗？没有血缘关系。那我的 CP 脑就要开始发动了，别管我，什么都克，只会让我营养均衡。于是评论区的画风逐渐诡异，克我们 CP 的人居然越来越多。前几天弟弟还在直播间说没有血缘关系就是亲上加亲，这真的不是什么暗示吗？我看了那天的直播，我证明真的没有过度解读。哥哥还吃醋问他看上哪家哥哥了，我哭死，他真的超爱。一群人嚷嚷着让我们原地结婚，每次点开评论我都没有往下翻的勇气，甚至就连直播都不敢开，最后就只能无奈请假。为此工会的负责人还专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，现在正是你热度高涨的时候，就应该趁热打铁啊。那些 CP 粉就是圈地自萌而已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毕竟你们是兄弟嘛，又不是真的有什么。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我和陈北书确实有一段过去。我和陈北书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小餐馆里面，
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见陈叔，那个时候他还是我妈的男朋友。就在半个月前，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小心翼翼的对我说，他谈恋爱了。人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很老实，就在城东做汽修生意，很有技术。他也有个儿子，要是你能接受的话，妈妈想和他试试。对你好就行，只要对我妈好，我都能接受，否则我会让他落得和我亲生父亲一样的下场。我记得那天是中秋节，学校放假，我妈说带我见见，说着是带我去见，但是她自己在镜子面前打扮了很久，脸上都是娇羞。说起来，我妈那时45还不到40岁，只是第一次结婚太早，她明明很年轻，我却从来没在她脸上看到娇羞的神情。到了餐馆之后，我见了陈叔，确实是一个老实的中年男人，不太会说话，但是点菜的时候记得我妈的饮食喜好。陈北叔就坐在他身边，身上穿着校服，气质干净儒雅，一副学霸的模样。小北比你还要大2岁，已经在读高2了，以后要叫哥哥。旁边的陈叔立马说相差不大，叫名字也可以。我不想我妈为难，要是他们真的合适，以后肯定会在一起。叔叔，哥哥领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陈北叔微微一愣，而后点头算是答应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俩连话都没说一句。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妈都已经在准备结婚的东西了，两人商量好，年过了就结婚。年前我收到陈叔的200块钱红包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除了我妈之外的人给的红包。结果去学校附近网吧打游戏的时候，遇到了陈北叔被几个小混混围着。听说他们高中放假都在上补习班，结果这人白天学习，晚上还要被打。他一个人打不过3个人，但如果加上我的话就不一样了。我不想帮他，只是看在陈叔的面子上，随手抄起巷子口清洁工放的扫把，一棍子打在其中一人的背上。我从小就打架，陈北叔之前一直没还手，我看他被欺负的样子，还以为这人性子软，不会打架。没想到陈北叔拳头还挺硬，对面3个人没讨到好，只能走了。我伸出手把人扶起来，听到他小声说了句谢谢。说话间估计是扯到嘴角的伤口，他小声吸气。上面网吧有卖冰饮，可以买1瓶敷一下。算了，我去吧，像陈北叔这样的好学生估计都没去过网吧。我买了瓶冰饮下来，他还站在原地。谢。他将瓶子敷在脸上。没事，不严重，敷20分钟，保证陈叔看不出来。你很有经验吗？你也这么骗过阿姨？我低头看着路边生长旺盛的野草轻笑，咱们不都差不多吗？都是单亲家庭，从小就吃苦，知道父母不易，所以害怕添麻烦，只敢找个角落默默舔舐伤口。第3次和陈北叔见面的时候就是年后了。陈叔小赚了一笔，说想带着我妈去拍婚纱照，所以结婚的日子又往后面推了半个月。我妈说她工作太累，因此每天中午都做饭送过去。这天周末我没事干，就跟着一起去，顺便提着我妈买的苹果。去了陈叔家，难免2个人要坐下说会话。我前一天刚刚在网吧通宵，此刻昏昏欲睡。陈北叔看了我很久才开口，你要不要去我房间睡一觉？我妈不好意思，拽着我就要走，陈叔赶紧拦着我们。这会我困的，给我张草席补在地上都能马上睡着，听到能睡觉立马点头。跟着陈北叔去了他房间，入眼就是满墙的奖状。哟，你喜欢收集奖状啊？粗略扫了一眼，不是第1名就是3好学生，甚至还有市级的奖状，连个第2名都没有。要不就是这小子常年第1，要么就是他看不起第2名，不屑贴在墙上。墙上有点反潮，贴点东西正好。拿奖状当墙纸，算你厉害。我倒在床上，确定陈北叔没有不高兴后，才开始打瞌睡。陈北叔坐在书桌边，看样子又要学习了。果然，爱内卷的人不仅内卷别人，还内卷自己。你拿这么多奖状，天天学习累不累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牛逼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对陈北叔的感情开始变味。我妈结婚之后，征询我的意见，要不要去住在陈叔家。
哪有夫妻不住在一起的？我一起过去的话，也能看看陈叔有没有婚前婚后两个样子。事实证明，我想多了。中考我擦边上了高中线，我妈高兴的做了一桌菜。其实我都以为没希望，想着去读个便宜的职高，满18岁就出去打工。直到陈北叔一句话点醒我：阿姨这么努力，不就是想看着你好好学习吗？不然你16岁就可以出去了。我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邪，开始奋发图强。陈北叔作为大学霸，自然逃不过被我问问题的命运。可能我们的感情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变质，在炎热的盛夏，在没有空调，只有老式电风扇运作的小房间里，感情逐渐发酵。一开始我把这归结成兄弟之间的情谊，直到有次陈北叔鬼鬼祟祟进房间，我拿着道题去询问，结果发现这小子躲在被子里，来不及关闭的手机里传来暧昧的声响。不就是看个片吗？都是男人，我懂的。我冲上前打算和他交流一下，谁知道抢过来的手机里是2个男人的身影。江野，你看到了，其实我喜欢男人。从那之后，我和陈北叔说话都带着小心翼翼。陈北叔也默契的和我保持距离。我妈甚至来问我是不是闹矛盾了。我俩疏远了1学期，直到过年，我妈和陈叔去走亲戚，家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，冰箱吃的不少。我翻来翻去找到一口带蘑菇，直接切好扔进油锅里。饭做完，我摆在桌上，打算先去腾腾肚子，就让陈北叔先吃。结果等我在厕所里一局游戏打完出来，陈北叔告诉我他看见我头顶的血条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坏了，把人送到医院，确诊食物中毒，陪着在医院里打了1晚上点滴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结果第2天早上刚出医院，在路边吃早点的功夫，我俩又遇见几个小混混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我招惹过不少人，虽然高中收敛了不少，但是总有几个得罪过的。于是又一场打架，对方人多，我们不仅没占到便宜，还吃了亏。对方拿着铁棍敲过来的时候，陈北叔挡在我面前。看不下去的店家说要报警了，那些人才终于离开。只是陈北叔刚刚离开医院不到半个小时，再次进医院。这次伤的比上次严重多了，幸好陈叔和我妈回老家，要好几天才能回来。上药的时候，陈北叔疼得啜牙咧嘴。你替我挡这一下干什么？我可比你抗揍多了。我自愿的。自愿个鬼，难不成你喜欢我啊？病房内突然陷入一片沉默，陈北叔直勾勾的盯着我，意思不言而喻。那个时候我只听到脑袋里有根神经突然断掉，还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徘徊说，江野，你完蛋了。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好像真的是叛逆期到了，居然就默默纵容这件事情，和陈北叔也更加暧昧。陈叔还笑我们感情越来越好，陈北叔和我对视一眼，我们都知道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他给我讲题，讲着讲着，我们手都要克制不住了。幸好我妈在外面敲门，及时打断我们。我们的感情急速发展，却终究在陈北叔上大学那年戛然而止。我在家躺平了半个月没去直播，想着等风头过了再说。谁知风头还没过去，属于我的新闻就来了。景浩陈北叔弟弟江野曾被警察带走，景浩有网友站出来爆料，说曾经亲眼见过我被警察带走。原本我这种小主播是没几个人关注的，偏偏我是陈北叔的家人。身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安慰我，就是看你现在有点名气了，所以故意编造这些假新闻来抹黑你。没事，我们都相信你，本来就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本来就是真的，我确实被警察带走过，只不过新闻上面并没有提到原因。那个网友说，你是因为打人被带走的，也是真的。是啊，我因为殴打我的父亲，趁他喝醉的时候，直接拿桌上的酒瓶砸在他的后脑勺上。我记得那一天刚刚放学回来，我就看到他在桌上喝得烂醉，野小子回来了，来给我倒杯酒。有时候
我觉得我这名字真是没取错。江野就像江边的野草一样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爸就是个嗜酒成性的人，我妈只能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工作。曾经我也是大人口中的乖孩子，我坐在摇摇车里，一块木头都能玩一天。但是看着我爸每次喝酒之后朝我妈要钱，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他，我逐渐变成另一个人。如果我作为儿子都不能保护他的话，世界上就没人可以保护他了。和你说话呢，见到你爹招呼都不打一个，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你的。我没吭声，放下书包去厨房帮我妈，却注意到她在3伏天都穿着长袖，眼角还有泪痕。她是不是打你了？我妈垂眼默默摇头，怒火在我胸腔肆虐。我极力控制情绪，走到男人面前，你是不是打我妈了？女人不打不老实，你爹我这是在叫你，你学着点，将来。没等他话说完，我抄起桌上的酒瓶，直接砸在男人后脑勺上。听到动静，我妈吓得尖叫，小袁，你做什么？男人躺在地上哀嚎，我握紧拳头，一拳一拳砸在他身上。畜生，对自己老婆动手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落下去的每一拳都是他应得的，是他曾经挥拳面对我妈，我妈一次次的容忍，换来的只是变本加厉。最后是我妈拦住我，男人哀嚎的声音让邻居报警。警察赶到之后，将我们全都带走。派出所里，男人大声斥责说，我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。所有难听的话我都在今天听到了，但是也感谢他的咒骂，终于让我妈清醒，带着我离婚。没想到这些陈年旧事都有人翻出来，但是我从不后悔当时的举动，我只想带我妈脱离苦海。只是现在黑料应该会连累陈北书，他出道这么多年都没什么黑料，刚刚曝光家里人没多久就出了这么多事情，难怪他这几年不回来，确实是正确的选择。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她不会上网，不知道网上的事情，只说这个星期天是陈叔的生日，让我一定要回家。答应之后，我妈心满意足挂了电话。我思索很久，还是拨通陈北书的号码。网上的事情对不起啊，对你的影响应该很大吧，拖累你了。早知道前段时间我不应该和陈北书扯上关系，现在他也不会躲我这个污点。江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陈北书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身边还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估计是还在忙碌。你听好了。电话那头逐渐安静，到最后只剩下陈北书一个人的声音，清晰的钻进我的耳朵里。江野，你从来没有对不起我，更从来没有拖累我。陈北书的声音很坚定，也终于让我心里面安心了不少。当天晚上，我百无聊赖玩手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陈叔发了新微博，确实有这件事情，但是有些断章取义。至于事情的真相涉及隐私，很抱歉，我不方便公开。一份不算回应的回应，如果我是粉丝，大概不会满意的吧。果不其然，下面的粉丝都让陈北书说清楚一点，不要含糊其辞，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在下面各种造谣。我烦躁的关掉手机，望着天花板。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陈北书打来的电话。我猜你睡不着，所以来和你聊聊天。聊什么？随便都可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我翻过身看着窗外远方的万家灯火，真奇怪，明明当初最想的就是搬出来一个人住，今天又突然开始想念家里的感觉。那就聊聊你这些年在娱乐圈的事情吧，有没有什么劲爆八卦？好啊。陈北书不是个喜欢背后谈论别人的人，因此说的都是自己的事情，也是这些年我最好奇的事情。他说他机缘巧合签了公司，公司让他去演一个小角色，然后他就开始在剧组里跑龙套，有点人气之后，经常收到骚扰短信。最严重的时候，经常有人堵到家门口，一个月搬了7次家。说到最后，我的困意开始袭来。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，我听到陈北书的问题：江野，你当年说喜欢的那个人追到了吗？喜欢的人就是你啊，笨蛋。周天我提着一堆礼物回来，发誓不能被陈北书给比下去了。陈叔难得笑得很开心，晚上陈北书才回来。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我妈说起自己跳广场舞总是抢不到 C 位，
陈叔说是因为他总忘记动作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吃完饭陈北叔才想起自己礼物还在车上。人刚离开，我妈看着瘫在沙发上的我就开始不爽，你怎么这么懒啊？去帮人家小北拿一下啊。他把整家店都买下来不成，还要2个人去拿。话虽如此，我还是站起身，踩着拖鞋下楼。陈北叔的车就停在楼下，只是不单单有他，还有另一个女人。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你那叫做回应吗？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你一直在掉粉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不回应的呀，我们找人爆点料就可以转移视线了。可是本来就是断章取义，我不想江野背上骂名。那你就回应清楚啊，你那么含糊其辞，和包庇有什么区别？可那本来就是他的隐私，他为什么要把伤疤揭露给别人看？他又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自证清白？陈北叔，对面的女人终于忍无可忍的怒吼，到底是你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重要，还是你的前途重要？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有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江野，我和女人同时愣在原地。那可笑的前途没有江野重要，我永远选择江野。陈北叔转身去后备箱拿礼物，一抬头就撞上我的视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帮你拿东西。我朝他伸出手，陈北叔却将东西都拿在自己手上。旁边的女人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。那是我的经纪人。我点点头，跟在他身后上楼。没走2步，陈北叔突然停下脚步，拦在我面前。有什么就说出来，长了嘴巴就是要说话的。我对上他的视线，缓缓开口，我是不是拖累你了？拖累这样词语属于主观判断，作为当事人，我非常郑重的告诉你，没有。娱乐圈就是这样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不会有人100%满意，所以别想太多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进娱乐圈？那你为什么又成为了游戏主播？陈北叔反而将问题丢给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高3那年我生了很严重的病，导致学业被迫暂停，治疗了很久。那段时间陈北叔也离开了。反正没人给我讲题，我索性摆烂，读了个一般的大学，选了个冷门的专业。毕业之后无所事事，晚上打游戏，闲着没事干就开启直播。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到后来上千人。只是在等待游戏开局的时候会想，陈北叔为什么要离开？为什么要进娱乐圈？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梦想？后来我成为了他当初想要成为的人。我也不知道，稀里糊涂的就做起了直播。我轻笑着，刚踏上一步台阶，后背突然传来刺痛感，疼得我控制不住身体，一下摔倒在楼梯上。江野！陈北叔吓得扔掉手里的东西，立马过来扶我。刺痛感持续了很久，半边身子都麻了，小腿以一个怪异的姿势蜷缩着。痛感过去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今天都已经23号了，我忘记这个月去打针了。陈北叔脸色苍白，嘴唇蠕动了半晌，才缓缓开口：明天我陪你去。高3那年，我突然在某一天发现自己不能扭头了。或许是因为一开始的肩膀酸痛我没有放在心上，导致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些迟了。医生确诊是强直性脊柱炎，医学上把它称之为不死癌症。它不会致死，但是后期的炎症会导致人无法站立，无法弯腰，整个人都会逐渐扭曲。因为这个噩耗，我妈崩溃的哭了3天3夜，全家筹钱给我治疗。与其说是治疗，不如说是缓解。这个病无法根除。从那之后，我需要经常吃药，每个月都需要打针。或许就是我当年打了我父亲之后，他对我说的报应吧。我不后悔，当初怎么治疗的，我也快忘记了。只是在那个时候，在外地上大学的陈北叔突然说了自己要进娱乐圈的消息。自从他上大学之后，我们的联系都隔着一道屏幕，很多事情都无法第一时间分享，感情也变得脆弱了许多。这段见不得光的感情终究是无疾而终。陈北叔把我扶到了房间躺着，我妈很快端着盆热水进房间，将打湿的毛巾搭在我的腰上。其实这样没什么用，
但是我不想让他感觉无能为力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忘记呢？药呢？有没有按时吃？吃了的，最近太忙就给忘记了。再忙还能有你的身体重要吗？说着说着，我妈又开始掉眼泪。我可不想看着你再进一次手术室，那种担惊受怕，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。没事，你看这些年我不都活蹦乱跳的吗？那还不是有人家小北，当初家里的钱没办法让你去大医院了，是小北往家里拿了20万，我们才带你去的大医院，找副院长给你看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着急的从床上蹦起来，又被我妈给按回去。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？小北当年不是一直想着去打电竞吗？但是他长得帅，被经纪公司看上了，对方说要把小北签下来，可以立马给20万，小北答应了，居然是陈叔，偏偏就这要求，我愣在原地，不敢置信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都在想自己将来会被病痛折磨成什么样子，却忽略了家里怎么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，居然是陈北叔。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。后腰的疼痛已经无法打扰我，我满脑子都是陈北叔的事情。当初他去上大学之后，我们的交流就少了很多，尤其后面我忙着治疗和学业，听说他也在忙着工作和学习，我们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，也没有斩钉截铁的结束，一切都是悄无声息。甚至有时候我也会怀疑，是不是当初我太自作多情。我为陈北叔找了无数个借口，却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。我们之间无端错过7年。次日，我被全家人抓着去了医院，还是熟悉的针管，我早就习以为常。倒是陈北叔一直看着我，手不自觉的发抖。我没事，一点都不痛，半晌他才点点头。刚刚走出医院，我突然停下脚步，叔叔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和陈北叔去转转。陈北叔虽然一脸疑惑，却还是点点头。他们夫妻2人嘱咐了2句就离开了。去哪儿转？我拿出手机，点开我昨晚买好的票，游乐园。陈北叔更加疑惑了，你是3岁小孩子？我就是想去，都说人会为了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，我从来没来过游乐园，如今也想体验一下。只是我现在身体暂时不能玩高空和刺激的项目。于是我们2个185的大男人就这样坐在旋转木马上，画风清奇又诡异。尤其陈北叔担心被人认出来，还戴了口罩。我俩把游乐园里打气球、捶地鼠之类的游戏玩了个遍，一直玩到了一个机器面前，一个情侣之间的你问我答的小游戏，一人要在答题板上写下一个问题，另一个人按下是和不是。看起来很无聊的游戏，因此没什么人排队。你想玩这个？我点头拽着他去排队，很快就到我们。我抢过答题板，写下一个问题：我的医药费是你付的吗？陈北叔看着我的问题，明显愣了许久，半晌才将手放在事上。该你问了。我没有什么想问的。那我问。我擦掉上面的字，重新写下一句话，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我有些犹豫，思考了许久，还是将这个问题写出来。你喜欢我吗？这一次陈北叔眼中的情绪已经变成了惊讶，但他还是选了是。你真的没有问题问我吗？陈北叔终于接过了白板，他沉吟片刻，缓缓写下几个大字：你愿意接受我吗？我只看了一眼，就将手放在是的选项上，上面还有残存的温度。带着这份温暖，我毫不犹豫按下。他像是卸下戾气一般，将白板重新给我。我没问题了。那我也没问题，将白板交给目瞪口呆的工作人员，我们转身离开。最后一个目的地是摩天轮，这个记载了很多狗血故事的地方。看着慢慢远离的地面，沉默了许久的陈北叔终于开口：你想好了吗？早就想好了。江野，陈北叔对上我的视线，语气缓慢却坚定：我给你支付医药费，不是想得到什么，是我心甘情愿。你不需要偿还这份恩情，也不需要考虑那些。我知道，我只考虑自己。我很明确的知道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就如同7年前我刻苦上学，只是为了大学能和他去同一个城市。一个阔别许久的拥抱，
陈北叔抱着我许久没有松开。江野，如果我退圈了，你会接受吗？这些年我攒了很多钱，做了些投资。会。你都不问原因吗？不重要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接受，因为我们都在彼此心里占据最重要的位置。摩天轮升至顶点，我们在最高处接吻，许愿可以永远。番外，陈北叔骗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幸亏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他为我做了很多，我希望能好好报答他，所以每天都努力学习。学习成为我唯一做的事情，就像是机器人一样，每天睁眼就是学习计划。老师同学的夸赞，我从未放在心上，我只是希望我父亲能在参加家长会的时候，可以为我感到骄傲，可以开心一点。我见过他最高兴的时候，大概是那天，他说起自己有了想结婚的人。他问我能不能接受，他说对方也有一个孩子。我当然能接受，我只希望他好。林阿姨是个很不错的人，很温柔。她注意到我不合身的校服，拿钱让我去买件新衣服。拿着吧，这个年纪的孩子总归应该有些审美。我想，我爸和他在一起应该能很幸福。至于林阿姨的孩子，看起来不太好说话，但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就好。可是我没想到他会为我出头，会帮我打架。其实我能打过那些人，但我不想还手。曾经也有人嘲笑我是野孩子，没有妈妈。我揍得他们鼻青脸肿，代价是我爸赔医药费，然后挨家挨户的道歉。我不想再那样，因此习惯了忍受。可江也会还手，他是和我截然不同的人。我在困境中忍受，他在困境中野蛮生长，就算满身是伤也在所不惜。他说他是江边的野草，没人在乎，可是他旺盛的生命力让我羡慕。他不像常人，在看到我满墙的试卷之后，他会问我累不累。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们有着相似背景，却是截然不同的性格。他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越来越频繁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这段禁忌感情带着致命诱惑，让人无法割舍。江也是个洒脱的人，我们之间是有默契的，仅仅一个眼神都能明白彼此的心意。我们不想太多，只想在此刻在一起。两个缺爱的孩子互相安慰彼此。他知道我喜欢玩游戏，我偷偷去网吧的事情只告诉他一个人。他问我，既然这么有天赋，为什么不去试试？可是我知道我爸不会同意，毕竟这种事情在他们眼中就是不务正业。但江也是谁啊？他最莽撞了，天天给我爸做思想工作，居然真的让他松口了。陈北叔，有梦想不去试试，是不是爷们？别让我看不起你，可是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。我需要钱。看着江野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，我清楚明白，梦想都是空话。我唯一的梦想是和他永远在一起。那个骚扰了我3个月的经纪公司再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答应了。他们看出我的窘迫，答应我只要签约，马上就会有钱。合约里的条件很苛刻，1年要完成很多工作，但是我管不了这么多。江野，抱歉，我没完成我的梦想，害你白费口舌。你应该真的看不起我吧？在圈内的生活很不好过，尾尾与蛇勾心斗角。我无数次晕倒在片场，又无数次自己站起来。江野的病一辈子都需要治疗，我需要钱。如果赚到足够多的钱，也许我就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。退圈声明发布的那天，经纪人问我是不是疯了，你大好的前途真的不要了吗？如今圈内没有人比你流量更大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我很甘心，我曾为了他踏进这个圈子，如今也想为了他离开。将事情坦白给父亲的那天晚上，他第一次生气，抽出皮带就要动手，我跪在地上，江野拦在我身前。最后还是林阿姨拦在我们前面，哭喊着随他们去吧，随他们去吧。2个孩子已经够苦了，他们或许没有接受，却还是妥协了。父亲把我单独叫出去谈话，
问我想好了吗？我很确定自己已经想好了。陈北树的前半生很压抑，直到他遇见江野，自称是如野草般长大的江野。他羡慕他生机无限，人生万般种可能。如果可以，他也想和他有一种可能。